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播洪志。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从65岁到75岁这整整10年的光阴，可以说是老天爷赐给我们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黄金10年。长辈们不妨仔细想想看，65岁这个年纪，大多数人已经完成了养育子女的重任，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手头有一笔积蓄和自由支配的时间。而75岁之前，只要身体没有大病大痛，大多数人的身体机能虽然开始走下坡路，但依然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头脑清醒，脚步还能走得动。所以这10年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能由我们自己完全掌控的黄金岁月。然而，在我这些年走访社区，到安养院看望老人，以及和成百上千位中老年朋友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我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2种晚年景象。有些长辈到了70岁，依然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安排自己的小日子井井有条，整个人散发着从容与优雅。但我也看到不少长辈，同样是65岁到75岁这黄金10年，生活却过得焦头烂额。有些人因为错误的养生习惯，天天乱吃保健品或者盲目大运动量锻炼，把原本还算健康的身体折腾出了毛病，频繁往返医院。有些人整天操心儿女的鸡毛蒜皮，把养老金和好心态全部搭了进去，最后落得一身抱怨与心酸。还有些人因为害怕衰老、孤独、寂寞，终日沉溺在焦虑和恐惧之中，白白浪费了这宝贵的10年光阴。很多老人家等到过了75岁，身体彻底倒下了，躺在病床上才恍然大忘，追悔莫及，说如果当年65岁的事。后有人提醒自己一句，把日子换个活法，后半生绝对不会落到拖累儿女、自己受罪的境地。说到这里，我必须跟各位长辈说一句大实话，人到了晚年，你后半生最好的依靠，既不是儿女嘴上说的孝心，也不是你在银行卡里存了多少积蓄，而是你在65岁到75岁这黄金10年间，有没有学会真正的富养自己。这里说的富养，绝不是去花大钱买昂贵的补品，而是学会用科学通透的心态来经营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经过多年的前线观察和医学研究总结，我发现真正能把这黄金10年过得健康通透的长辈，无一例外都遵循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生活法则，那就是3-7定律。今天这期影片，我就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科学养生知识，把这套能让您晚年少走10年弯路的3-7定律，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各位长辈。首先我们要探讨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关于饮食养生方面的3-7定律，叫做3分饿7分饱。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常常会陷入2个极端的饮食误区。第一种误区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吃过苦，挨过饿，现在退休有了条件，晚年就应该好好犒劳自己，顿顿大鱼大肉，或者听说某种昂贵食材补身体就疯狂进补。第二种误区恰恰相反，有些长辈省吃俭用了一辈子，习惯改不掉，顿顿吃剩饭剩菜，隔夜的汤菜舍不得扔，加热一遍又一遍的吃。这2种做法其实都在无形中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长辈们想想看，我们人体内的消化系统，包括胃肠道、肝脏、胰脏，就像一台运转了60-70年的抽水马达或者老旧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年轻的时候零部件都是新的，动力强劲，你就算偶尔暴饮暴食，它也能消化得掉。但是到了65岁以后，我们胃黏膜开始萎缩，胃酸分泌量只有年轻时的1/3，肠道蠕动速度明显变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依然顿顿吃得太饱，甚至撑到肚皮发胀，这就相当于给一台已经老化的发动机强制加满劣质重油，让它超负荷运转。当大量的食物堆积在胃里无法及时消化时，身体为了帮助肠胃工作，就会被迫把全身血液大量调集到消化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一吃饱饭就感觉头晕眼花、昏昏欲睡的原因，因为你的脑部和心脏血液都被抽走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吃得过饱会导致血糖和血脂急剧上升。
胰岛细胞被迫超时工作分泌胰岛素，久而久之就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诱发2型糖尿病、脂肪肝和心血管硬化。而所谓的3分饿7分饱，绝对不是叫大家去挨饿虐待自己，更不是说要让老人家营养不良。现代医学证实，保持适当的饥饿感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细胞的自噬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当细胞不再被源源不断的过剩营养包围时，它就会自动去清理内部的老化蛋白和垃圾毒素。这就相当于给细胞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能够有效延缓器官衰老，降低慢性炎症。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长辈们到底该怎么准确把握7分饱的感觉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非常简单直观的判断方法。当您坐在饭桌前吃饭，吃到感觉胃里已经不觉得饿了，食物的美味程度似乎没有刚开动时那么诱人了，但是如果你继续吃，还能再吃下几口，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请您立刻放下筷子离开餐桌。这时候你的胃里留有大约30%的空间，肠胃蠕动起来非常轻松，吃完饭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下午的精神也会格外充沛。除了把握7分饱，在饮食细节上我还要提醒大家几个零成本但极其有效的养护小习惯。第一，绝对不要吃隔夜的绿叶蔬菜和存放过久的剩菜。隔夜菜里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随着时间推移急剧增加，多次加热导致营养全无，长期吃剩菜就是在给肠胃喂毒素。第二，每口饭一定要细嚼慢咽，最好能咀嚼20次以上。我们的牙齿是消化道的第一道关卡，充分的咀嚼不仅能减轻胃部负担，牙齿在叩击过程中还能刺激唾液腺分泌，大量的唾液淀粉酶，唾液里含有丰富的免疫蛋白，这可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三，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休息，饭后慢走15分钟，顺时针方向轻轻按摩腹部50圈，能够极大的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吸收。只要您能坚持做到3分饿7分饱，您的胃肠道就能始终保持年轻有活力，气血通畅，晚年自然少生病。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2条原则是关于中老年运动规划的3-7定律，叫做3分动7分日常。说到运动锻炼，现在很多长辈都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认识误区。有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健康，或者看到网络上各种日走万步的宣传，每天强迫自己去公园暴走2万步，或者跟风去爬山、打羽球、做高强度的广场舞锻炼。结果坚持了不到半年，身体没变强壮，反而是膝盖剧烈疼痛，到医院一检查，膝关节软骨已经严重磨损，甚至出现了滑膜炎和骨质增生，最后连正常走路都成了问题。说到这里，我必须用大白话跟长辈们解释一下我们关节的生理结构。我们膝关节里面的软骨垫片就像是自行车轴承里的橡胶垫圈，这个垫圈从我们出生开始使用，到了65岁以上，历经了几十年的摩擦与承重，垫圈本来就已经变薄变脆了。而且更残酷的是，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它是不可逆的，上面没有血管分布，根本无法自行修复。如果你在这个年纪还要去进行高强度的暴走、频繁爬楼梯或者蹲起锻炼，这就相当于用重锤去砸那个已经老化的橡胶垫圈，只会加速它的破裂与报废。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害怕磨损关节就完全不动，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打麻将、躺在沙发上，这同样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如果不进行适度活动，肌肉量会以每年1%的速度迅速流失，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肌肉是支撑我们骨骼和关节的屏障，如果腿部肌肉萎缩了，身体的重量就会全部直接压在骨头和关节上，人就会越不运动越走不动路，甚至极易跌倒引发骨折，而且长期久坐还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栓，威胁生命。所以运动养生的精髓就在于3分动7分日常。这句大实话的意思是，
65岁到75岁的长辈根本不需要像年轻人那样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体育训练，我们只需要把30%的精力放在每天专门有意识的温和锻炼上，而把剩下的70%的精力融入到自然、轻松的日常生活中。那么这3分动具体应该怎么做才安全又有效呢？我在这里教大家2个在家里就能做、零成本而且绝对不伤膝盖的养护动作。第一个动作叫做靠墙半蹲，长辈们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背部平贴着墙壁，慢慢屈膝下蹲，注意膝盖千万不要超过脚尖，蹲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大腿肌肉微酸但膝盖不痛的角度，就可以保持30秒到1分钟，然后缓缓站起。这个动作能极大地增强我们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力量，股四头肌变强壮了，就像给膝关节穿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甲，以后你走路上下楼梯时，大腿肌肉就会帮你分担绝大部分的重量，膝盖自然就不痛了。第二个动作叫做站立提肘，长辈们可以扶着桌沿或者墙壁，双脚平行站立，然后缓缓抬起脚后跟，用脚尖支撑身体，保持2秒钟，再慢慢放下。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我们的小腿肌肉被医学界称为人体的第2心脏。当你抬起脚后跟时，小腿肌肉收缩，能够像泵一样把下肢的静脉血液顺利压回心脏，这对于预防下肢静脉曲张、改善脑部供血、提升身体平衡能力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每天早晚各做30次，花不了几分钟，效果却非常好。除了这3分专程的锻炼，更重要的是那7分日常。长辈们在平时生活中要尽量避免连续静坐超过40分钟，做做家务，打扫一下卫生，在阳台浇浇花，下楼散散步，逛逛菜市场，这些轻松自然的活动不仅能让全身的骨骼肌肉保持适度的张力，促进血液循环，而且完全不会给心脏和关节造成额外的负担。运动的真谛不是追求汗流浃背和疲惫不堪，而是让身体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保持通畅与活力。我们要探讨的第3条原则是关于退休心态与生活节奏的3-7定律，叫做3分忙，7分从容。长辈们想想看，我们许多人在退休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操劳家庭生活，被各种指标、责任和钟表安排得满满当当，终于到了65岁退休了。按理说应该享福了，但很多长辈却在退休后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一种常见的情况是骤然闲下来之后，感觉自己不再被社会和家庭需要了，心理落差巨大，整天无所事事，失眠多梦，精神状态一落千丈。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些长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退休后比上班还忙，参加各种社团，帮儿女接送小孩、带孙辈，处理各种人情世故，每天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血压跟着忽高忽低。其实这2种状态都偏离了健康养生的轨道。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长期处于过度空虚无聊的心理状态下，大脑的神经突触会加速退化，大幅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而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焦虑和疲惫的状态下，体内就会持续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压力激素，导致血管收缩，免疫系统功能受抑制，诱发各种慢性疾病。所以65岁到75岁这黄金10年，最健康的生存节奏就是3分忙，7分从容。3分忙是给我们的晚年生活找一个温暖的锚点，退而不休，不是让你再去打工赚钱，而是要为自己找到1-2项真正热爱、能够投入精力的兴趣爱好。比如养几盆花草，练习一下书法绘画，学学打太极拳，下下棋，或者报名社区大学学一门新技术，去当志愿义工。每天有那么2-3个小时，让自己的头脑动起来，手脚忙起来，体验到专注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
这种微小的忙碌能够源源不断地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人保持年轻的心态和充沛的精气神。而7分从容则是要学会给生活大幅度的减压与留白。我们在前半生已经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拼搏够了，到了晚年就必须学会放下那些无谓的争强好胜和焦虑。从容是一种随遇而安的心境，是不再为天气的好坏而抱怨，不再为儿女的选择而焦虑，不再为身体微小的衰老信号而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安排好那3分忙的事情之后，剩下的时间就彻底放松下来，悠闲地喝一杯热茶，看看窗外的云卷云舒，听听喜欢的音乐，或者和老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晒晒太阳。为了帮助长辈们更好地调节心境与生理状态，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零成本的减压与助眠小技巧，叫做腹式呼吸调息法。很多老人家平时呼吸非常浅快，这会刺激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让人容易焦虑、失眠。大家可以在每天睡前或者感到烦躁时，平躺在床上，把一手放在肚皮上，用鼻子慢慢吸气，想象把空气吸到肚子里，让肚皮缓缓鼓起来，持续4秒钟，然后张开嘴巴，像吹蜡烛一样缓缓呼气，让肚皮慢慢凹陷下去，持续6秒钟。每天坚持做5分钟，这种深长缓慢的呼吸能够迅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和血压，让你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安然入睡。生活有张有弛，3分忙碌充实心灵，7分从容富养精神，这才是最舒适的晚年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4条原则，是关于晚年人际交往与家庭边界的3-7定律，叫做3分为人，7分为己。说到这一条，我相信很多长辈心里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会感到阵阵心酸。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父母一辈子都在为儿女活着，年轻时拼命赚钱养育儿女，供他们上学买房，到了65岁退休了，本该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却又马不停蹄地投身到照顾孙辈的重任中，当起了无心无休的免费保姆。有些长辈甚至倾尽毕生积蓄帮儿女还房贷、创业，甚至连自己的养老金和住房都早早交给了儿女。然而，在我这些年走访社区和安养院的过程中，我见过了太多令人唏嘘不已的真实故事。有些长辈年轻时对儿女毫无保留的奉献，把所有的积蓄和财产都分给了儿女，以为这样就能换来儿女无微不至的孝顺与养老照顾。可到了70、80岁，老人家身体瘫痪卧床，需要长期打理照顾的时候，现实却极其残酷。有些儿女因为工作繁忙，家庭负担重，或者因为几个兄弟姐妹之间推诿医药费和护理责任，把老人家一个人孤零零地甩在安养院里，几个月都不来看望一次。老人家躺在病床上，手里没有1分钱支配权，想买点喜欢吃的东西都要看儿女的脸色，那种尊严扫地、心酸无助的感觉，真是让人看着都心疼。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跟各位长辈说一句大实话，父母与儿女之间血脉相连的爱固然伟大，但在现代社会里，最健康、最长久的亲情关系恰恰需要建立在清晰的界限感之上。人到了65岁以后，你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儿女已经成年，他们有他们独立的生活和人生轨迹，你不可能也不应该再为他们包办一切。如果你依然毫无界限地过度介入儿女的生活，不仅会把自己累得积劳成疾，反而往往会因为生活习惯和观念的不同，引发无休止的家庭矛盾，最后落得一生埋怨。3分为人，7分为己，就是要求我们在后半生重新调整人际关系的重心。3分为人是指对于儿女和亲友，我们要保持适度的关爱与支持。当儿女遇到困难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适当的帮助和人生经验的建议，但绝不强求他们听从，绝不越界介入他们的夫妻矛盾和家务决策。
当孙辈需要照顾时，可以帮忙，但绝不逞强，明确自己只是辅助角色。教育的主体责任依然在儿女身上，而更关键的7分为己，则是要学会理直气壮地富养自己。长辈们要记住，晚年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绝不是自私，而是对儿女最大的负责。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健健康康，把自己的精神打理得丰盈快乐，手头留有足够的养老储备金，你晚年才不会瘫痪在床，给儿女增加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在具体做法上，我建议长辈们要严格恪守3不原则。第一，坚决不掏空自己的底库钱，无论儿女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你手头的养老本金、住房和医疗储备金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你在晚年保持尊严与底气的最后防线。第二，不介入儿女的家庭矛盾。儿女夫妻吵架，你装作没看见、没听见，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长辈插手只会让矛盾升级。第三，远离消耗你的毒社交。到了这个年纪，没必要的应酬、虚伪的人情往来，整天聚在一起嚼舌根、传播负能量的朋友圈子，要果断清理、断舍离，把宝贵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吃想吃的美食，去买舒适的衣服，去屏幕前看看喜欢的节目，把日子过得独立而有尊严。我们要探讨的第5条原则是关于情绪调试与生命态度方面的3-7定律，叫做3分留白，7分珍惜。长辈们在迈入65岁到75岁这个阶段时，身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衰老的变化，比如头发逐渐变白，脸上爬满了皱纹，眼睛看东西不如以前清晰了，腿脚偶尔也会酸痛无力。面对这些生理上的自然衰老，很多长辈心里会产生巨大的落差与焦虑，整天忧心忡忡，害怕自己得大病，害怕自己衰老瘫痪，甚至对过去人生中的某些遗憾念念不忘，整天沉浸在悔恨、抱怨和恐惧之中。殊不知，情绪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总开关。在中医理论中，非常强调百病生于气，而在现代医学中，科学家们也早已证实，长期的慢性焦虑、抑郁和愤怒会导致人体免疫功能大幅下降，全身慢性炎症水平飙升，这正是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等重症的温床。很多老人家身体本来没有什么大毛病，结果硬生生是因为整天胡思乱想，气郁结于心，把身体给折腾垮了。所以面对岁月与生命，最通透的智慧就是3分留白，7分珍惜。所谓3分留白，就是要在心灵和生活里学会给残缺与不完美留出空间。我们要坦然接受衰老是自然的规律，就像四季交替、秋天树叶会变黄掉落一样自然。当身体出现一些不适或者小毛病时，不要过度惊慌，学会与这些微小的衰老信号和平共处，不与岁月硬抗。在生活安排上，也不要总是把日程塞得满满当当，每天留出1-2段什么都不做，只让心灵放空的时间，允许自己有懒散和休息的时候。而7分珍惜，则是要把我们全部的心念与焦点从对过去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收回来，紧紧握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长辈们想想看，我们现在还能自由呼吸新鲜空气，还能亲眼看到早晨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还能用自己的双腿去公园散散步，还能和老伴坐在桌前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还能听到儿女一声问候，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与恩赐吗？富养自己的精神，最高级的做法就是培养一颗懂得感恩与珍惜的心。在日常生活中，我建议长辈们可以试着做一个零成本的心灵滋养习惯，叫做每日3件好事法。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或者回想白天那些让人不开心的烦心事，而是在脑海里仔细回想今天发生的让你感到微小温暖的3件事。比如早晨公园里的花开得很艳，中午自己做的一道菜味道特别好，下午在小区里遇到了一个态度亲切的老街坊，并聊了几句。把
把这些微小而确切的幸福感在脑海里品味一遍，你会发现内心充满了宁静与满足，所有的焦虑与不安都会烟消云散。同时在这个阶段更要加倍珍惜身边陪伴你的老伴和真正的知心老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到了晚年，儿女有自己的飞翔天空，真正能日复一日陪在身边，知冷知热的，只有你的老伴。多给老伴一些体谅与包容，少一句埋怨，多一句关怀，两个人相互扶持，牵手相依，这不仅是晚年生活最温暖的避风港，也是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心理基石。各位长辈，65岁到75岁这黄金10年，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也是决定我们晚年生活质量最关键的枢纽期。这10年的时光稍纵即逝，你选择怎么度过，直接决定了你80岁以后的生命状态。今天我们讲的3-7定律涵盖了饮食上的3分饿7分饱，运动上的3分动7分日常，心态上的3分忙7分从容，人际上的3分为人7分为己，以及情绪上的3分留白7分珍惜。这5条法则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智慧与科学道理。它不需要您花1分钱，不需要您去买昂贵的器械或药品，只需要您从此刻开始微调自己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富养自己从来都不是物质上的奢侈，而是精神上的通透与对自己身体的深情呵护。不要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也不要再为了无谓的杂事损耗自己的健康。从今天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把日子过得慢一点，从容一点，通透一点。愿每一位收看我们频道的长辈都能在黄金10年里收获满满的健康与快乐，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一首优美的诗，晚年幸福无忧，安康长寿。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记得帮这支影片按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一句。黄金10年富养自己，让我们一起互相加油打气。也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关心的家人、老朋友，让更多长辈都能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我是主播张宏志，我们下期影片再见。